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围炉夜话，它的重点就是一句话：让百姓满意，助力乡村，脱贫攻坚。它绝对不是给领导搞花样、假汇报。围炉夜话这个事儿，我今天要极其严肃认真的提出自我批评。错的根源在我，之前看陆权乡搞得不错，就要求全县推广。典型的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在作祟。其实艾县长刚才还是给我留了情面的。说实话，扪心自问，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扎扎实实的落实，这样的冲动有没有？肯定有，本来就是这样。形式主义多有面子，多有排场，所以思想上一旦放了松，行动上马上就会变形。刚才各位同志对我进行了批评，也提出了意见，我的脸红了一阵，耳朵也一直在发烫。时刻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处处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，不能光说，还要刻在心里，更要落在行动和决策上。知事后有，我真诚的感谢艾县长和各位同志对我的批评和意见。要进一步反思、检讨，人民群众在想什么，我们就要去做什么。围炉夜话这个事儿，绝对不能够只注重形式，要不然大家都跟着遭罪。总的原则就8个字：有求必应，无事不扰。要实地调研，总结教训，拿出科学合理、有效的机制方案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拿这个事儿开个头，以后在工作中互相多提意见，多扯扯袖子，多摇摇耳朵，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多做好事，多做实事。小哥书记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啊，那我也得跟上。那各位，我也欢迎大家向我开开炮，啊！你这线都多少年了？这全都脆了，回头风大还得再给你刮断了。明天吧，明天我过来都给你换上新的。我早就跟你说了，要修要及时，今天拖明天的，现在补丁都没办法打了。你明天来换新的，我今天怎么办啊？那怎么着？我还能把村委会的电线掐了给你换上啊？而且你这不是一根线的事儿，你这得找电工、拉电闸，哎，那电箱也得换了啊。要不这样，你要是能自己跑一趟乡里，我保证天黑之前给你都换好了。我要是腿不疼的话，我早就自己修了。你今天没弄好，这字儿也没法签的。不是你今儿先签了，我明天还能不来？你是怕我跑了啊？签字儿还赊账呢，明天来，明天签，急什么嘛？不是，主要我下周就回局里上班了。我这2天想把手上的事情收个尾，今天乡里要归类入档。回局里什么意思啊？不干了？到期了。啊。那带钱了吗？借不是要。今天这顿我请你。哎，这个钱我一定还上。哎，啊，这酒菜什么都扯淡啊！之前说你那些话，骂你那些话，都不是冲你肖俊学啊。哥，我肖俊学要是怕挨骂，在咱长岭村我也待不住。那不满意就得说，不让人说话不憋死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东西我填了多少遍了。上面来检查一次，我就填一次，每一回都不一样。身份证号我都填了几百遍了。你说，乡里这些人，是上过学的吧？
改来改去这点东西都改不明白，你把打运费省下来，给我买头牛行不行？哎，买只兔子也是好的。你来我们村的时间也不短了，多大了？你是知道我的，知道。我平时就是爱喝点酒，其他的还算可以吧？可以啊，一沾点猫尿我都扇自己嘴巴子。上次推倒那个事情我都不想提，哎，那不提不提的，咱不提。留不住了啊，那个都在酒里。哥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你这酒我都不知道敢不敢喝了。上回那事儿是我的不是，我不应该大晌午头耽误你睡午觉，敲门拍门进来让你给我签字。但怎么说呢，哎，不签又不行。驻村书记最该干的是啥呀？是帮村里跑项目。但你看我现在，天天打卡给我拴村里，我也没办法。扶贫工作必须避免疏漏失误，但县里要求零差错，压力很大呀，喜哥。我给你们算账，必须精确到几毛几分，45入都不行，不敢不精细呀。检查组进村，就看我们的工作有没有痕迹，一看表格，二看照片，三看入户。所以你把门锁了，我就只能砸门。说实话，这些表格乡里也没办法。有的时候县里来个领导下来检查指示，乡里就得在旧表上加，填过的表格只能重新填。但是我相信会好的。我给扶贫办打电话写信了，有啥问题一气儿给他说清楚了。反正我都要回去了，我也不管那么多。你应该早点跟我说啊！你来的第一天，你就应该找我喝2杯，难处摆出来。你哥我还会为难你吗？那可不好说，万一前脚喝完，后脚人给我举报了，那我就完了。少看你哥，那是人干的事儿吗？哎呦，别，不行，都不干了，谁派活都不管。书记啊，请我看看这事。哎，书记，哎，我在，去哪儿？现在吗？啊，好，我这就到。完了，这脸横的跟猴屁股似的，这样副县长看见我，哎呀，这不彻底完了吗？你要是害怕就别去，我要是你呀，我就装生病，崴脚拉肚子。手机一关没电了，你非接这拨电话干嘛？算了，我先走了啊。真没见过你这么傻的。行吧，你只要等你回来喝完了再签字吧。您看这片，这三宝同志带着村民们新开垦出来的，长得多好，今年雨水也好。啊，这边明年我们是有规划的，想把它弄成一个养鱼池。哎，这个来有书记也是非常支持的。比如像罗非鱼啊，什么这种经济价值，它都是很高的。来了，来，李书记，肖俊学，袁县长，贫困户房屋改造覆盖保温层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就是觉得可能不太实用。那份提议，扶贫办和农业局都已经看过了，你就直接说。写都写了，你就说吧。那个，按规定是所有的房子外面都需要覆盖保温层，每家贫困户的房屋都需要改造。但是村民们习惯在外墙上挂梯子堆杂物，这刚搬走又堆上了，保温层一碰就坏，每平米100多块钱，第一批的已经坏了1大半了，反复浪费，第2批也马上要开始建了。是我们也不可能时时刻刻的看着他们。你说啊，我去找过规划部门，他们说施工方案是按建筑规范统一标准制定的，要么可以不建。但是主任去找施工单位的时候，他们又说，要是不按图纸建的话，这验收就不能给通过。是，这其实吧，这事儿我们也给您报过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回去我们抓紧议一下。喝酒了这是？啊，我刚跑过来，可能出了点汗了。跑的也是挺热的，天热。说实话啊，搞驻村这种基层工作呀，有时候你还真得喝一点。哎，
记得我第一次去老乡家的时候，你干坐着不动，什么都办不了，一碗米酒下肚，事情就好说了。没错，他爸跟我呀是高中同学，我太了解了。这爷儿俩一样，拿个瓶子呀闻一下，脸都能红了。来有书记晚上都安排好了，在乡里给你搞欢送仪式，大中午就把自己喝多了，你这把没给露出来。我跟堂姐是一块儿退休的，你看她现在唱唱歌、跳跳舞、打打拳，这日子过得多潇洒呀！你再看看我，整天咋咋呼呼、唠唠叨叨的，我图什么呀？我为了谁呀？他年纪小，他不懂事儿，这结婚跟谈恋爱。今儿怎么想起来催我了？但是一辈子。平时不是忙得跟狗一样吗？赶紧的吧，等你那边第一笔风投要真靠了谱，我就投奔你，跟着你一块创业去。呀，今天是挨领导骂了，还找人算我卦了。烦，真不想在家待了。把电视关了吧你。这么多书的话，一批全捐过来啊？哦，这怎么画脚能放得下吗？数量和书架我都预估过，刚刚好。我们局长这2天要去城里开会，他也不过来了。局里宣传科长的意思是，咱直接找辆车拉回来就行。如果乡里没什么意见，那捐赠仪式就算了。乡里的话肯定是没意见，李书记的话他就是担心领导都过来，那就这么定了啊。找法兰厂要个面包车，把他都拉过来。你就说是我说的。哎，我们局长明天上午出差。啊，那就下午。哎，小李，我在办公室啊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早就说过，不怕阴天就怕晴天，这个事儿它是有后劲儿的。哎，他在什么地方？那个交通局你通知了没有？哎呦呦呦呦！哎，来，赶紧清一下，清一下。哎呀，小秋啊，哎，这修路的话呀，是好事也是坏事。什么塌方啊，什么这个滑坡，都是修路闹的，全是修路闹的。你看看这么，哎呀，这是结构破坏了还是怎么着？这么专业的问题我哪知道啊？你读了那么多书，得问你呀，是不是？哎，主任，这几个环保整改的厂子，我看最近又开起来了，是吧？是。哦，前2天路过喜旺，大门虽然关着，里边声音很清楚。我看宝根的摩托车也在里边停着。这个喜旺整改还没过关呢，不会吧？它不能开。没事，我回头去看一看。小心啊，小心上面啊！还可能往下掉。差不多。喂，你们什么时候到啊？我说你们什么时候？喂，你能听得见吗？喂，现在，你等一下啊。喂，现在怎么样？喂，哦，好，现在听到。我是说你们什么时候到啊？县里的出发了没有？我们这边好几个地方塌方。是。赵书记，怎么了？赵书记，小修啊！赵书记，小修，小书记，小修。
为什么我这刹车片还吱吱响啊？我不是刚换的吗？是不是你给我找那修车的给我换了个旧的？不会吧？那他是不想在路前线干了吧？再换一个吧。别哪天一脚刹车没刹住，我再冲到沟里。行，我抽空我把车开去，让他拆开看一看。不行就换个新的，我在旁边盯。怎么跟他家里人说呀？
哎呀，这蛤蟆不就是蟾蜍吗？有药用你不能乱用，我就没听说过这个蛤蟆还可以治脑血栓。你小点声，妈听不了这个，一听就恶心。他不是在睡觉吗？耳朵也不好。那是他不想听的都屏蔽掉了，想听的，你在光明县说他都能听到。那癞蛤蟆是二姨说的，她说她亲家的表嫂就是这么治好了。我觉得啊，还是要遵医嘱。而且这个民间偏方，你要是试错了，这根本就没有人来担责。我退一万步说啊，如果这个药真灵，我去哪儿找蛤蟆呀？你姐夫已经去了，他说他钓鱼那地方就有，这一大早就出去了，现在还没回来。先别急。抓到了没有啊？郑总，啥意思？这半天就逮这么几个？这蛤蟆窝倒闭了，都躲哪儿去了？这现在季节不是时候，蛤蟆真没有那么多了。哼！绝，走绝地3尺。我不信蛤蟆这个东西能在我们光明县食粮。去。行。哎，你们几个多逮几只啊！那河边上给我捞一捞。你这个上面也没有写蛤蟆呀。哎呀，书记，这是2回事儿。蛤蟆是蛤蟆，这个方子我是找那个市中医院的人特意开的。我那个姐夫啊，跟他们那个院长是亲戚，我也打听过了啊，人家也说了，说这个癞蛤蟆没听说过能治脑血栓。那你给我整这一桶来干什么？别，那咱得先备着呀！啊，这万一真要急用呢？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个东西可不好找。今天忙活了一天，哎呀，才抓这么几只。书记，晚上咱喝点盐茶行吗？啊，可以，我喝什么都行。好。跟你说了，我这有茶叶，还非要拿2盒过来。你这就没意思了。我喝这个茶，晚上能睡着。现在这个纪律咱都知道，啊，这主要是我也没时间去看看阿姨，书记你平时对我又这么好，这真的就是一点点心意。现在讲的是亲亲的政商关系，政府为你们服务那是应该的。上午开会的时候我还在讲，让税收和工业园把每年的新政策梳理一下。以前是你们上门问，很多都搞不清楚。我现在让他们主动把相关的政策和福利来告诉你们，一目了然。你们受了实惠，自然会为政府点赞。减税退税是我给你钱呀，哦，你反过来给我钱，那不是开玩笑吗？哎呀，书记，说实话，这真不算什么。就你也知道我。好了，害人害己的事儿你不要干了，心意我领了。说实话啊，除了我大晚上，还有谁敢给你开门？现在好多领导为了清白廉政，都不敢跟企业接触。当然了，这也是怠政懒政，没有私心，接触一下怕什么？不说了，钱你拿回去啊。那蛤蟆我留下。喝茶啊。好。林志伟，我跟你说，你能不能别折腾我呀？你跟你妈一吵架，你就去值夜班，你一值班，你妈就给我打电话。我这一天到晚日理万机的，我刚到家喘口气儿。不是，你就跟他说你跟你女朋友看电影不就得了吗？林志伟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妈这次可是发了誓赌了咒，不让小平进家门的，这事儿不好办了。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，往后怎么走全靠你自己。还有，你跟你妈说别给我打电话了，行吗？啊，挂了。
哟，回来了。正好我这熬了粥锅里的，特意给留的。我吃过了。哎，不是你说你回来也不打个电话，我接你一趟啊。今天给乡里送材料，正好回来拿点东西。不是你说你这一走，啊，我妈天天让我去找你去，我说又不是回娘家，那万局去西亚里了，在县长身边工作，我咋找？她就是不信，啊，她就是想让我去找你。这我也想去找你啊，我不是不敢吗？万局，我今天把家里酒都喝了，我是这么想的啊。你说这扔了也挺浪费的，我把它都喝完以后，我滴酒不沾，这酒我戒了，我不喝了。我跟乡长他们已经保证了啊，以后我喝完酒再碰你一个手指头，他们哥几个把我往死了打，我连声都不吭一下。王局，你都回来了，别离婚了，行吗？我们和蓝县的河道联合职务推进得很顺利，李来友书记每天都去现场盯着，他说明天来县里开会的时候也会向您当面汇报。每周的进展要同步给市里，不管上面看不看，都要报。明白。另外，关于省委领导关于新洲市的未来发展的实施意见，范太平主任说，这个是只需要签发还是上会？这些会议精神里面都是有项目的，以后都是有钱的。在上会之前，让各个局提前看好，做好对接。发改局报项目要报好，以前做不好项目可以修改，现在不行了，只有一次机会。下午3点的会临时取消了，具体的时间另行通知。基本上就这些。昨天你发我的信息我看了，驻村书记是你自己想去的是吗？我想去试试。去一中讲课定在哪天了？明天下午和后天上午您的时间都可以机动。学校是想看看您具体哪天方便，我的建议是后天。明天上午省农业厅过来调研，有可能会超时。讲课的稿子我放您桌上了。好。阿姨，我跟您讲啊，就您这种情况，最多半个月彻底恢复了。就我爸当年可比您厉害多了，那这说话都流口水。你再看现在，他爬山啊比我都快。哎，你好好休息，想吃点什么就让姐姐给我打电话，我手机24小时开机，一定搞好服务。谢谢你啊。哎，没事，您好好躺着啊。你看我妈见了你多高兴。这高兴就能好得快啊。哎，中午了，家里留下吃个便饭吧。哎呦，不了，真的不了，等老太太好了再说。不麻烦的，下点面条，我随便拌2个凉菜，很快就好的啊！快坐，快坐。真的姐，别麻烦。哎，老何，哎，快点，没酱油了，来。客气什么呀你？这难得来一次啊，不吃饭就走，这不合适啊。不是向你学习吗？回家看看去，不能老让人说咱们不孝顺啊。我们家老爷子主要是最近血压不稳定，哎，还老觉得自己人定胜天，不实事求是，不按时吃药。我回去好好给他上课。行了，那我不留你了，替我跟老爷子带个好话。这茶怎么样啊？我也不懂，你要是觉得不好，我给你换一个。不管什么茶，在我这儿都是树叶子，跟什么人学什么话。当年给领导做秘书，那时候还叫老板呢。他连什么白茶、黑茶、熟普、生普都分不清楚。你这是什么呀？我也不懂，就上次去市里开会，顺道买的，说是今年的新茶。问句不该问的，举报信的事儿，我也是前2天听说的。问题不大吧？
我还能坐在这儿跟你喝茶，能有什么大问题？这茶是不是有点苦啊？太浓了吧？喝得惯吗？找上椅子开会啊，去市里汇报了一个项目，前景是好的，模式也不错。企业资金链断，有些蝴蝶效应是想不到的。他那儿扇扇翅膀，我这儿就是大风暴。就这事儿？产业园刚建的时候，确实多少有点缺口，当初就从别的地方挪了点款子。哎，说实话啊，我把最坏的结果都想了，无非就是寄封举报信。我只要掌握2个底线：一，不违法；二，不为自己谋私利。这就行了呀，对吧？当个太平官，那谁都能当，只要没私心，那就看你怎么选了。我从刚上班的时候到现在，什么程度的违纪会免于处罚，什么程度是最轻的处罚，什么程度有可能丢官，多大的危机会面临刑事追责，这些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。干事情，冒点险是必要的。那犯规谁不犯规啊？那我只要面对被举报的这个风险就行了。你这是在悬崖边上跳舞啊？还踩着钢丝呢。但是我没你跳得好啊，我只要不掉下去摔死就行了。就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啊，这全是为了9原县啊。被挪用的款子，一没进个人的腰包，二没有被挥霍浪费。说白了，这些年我连公车都没换过新的，从来不搞公费旅游。其他的就无所谓了。从长远和安全的角度来看啊，有些事情还是要多论证。担当是一回事儿，钱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浪费的土地以后也会是个麻烦。你那片耕地不会留下后遗症吧？做好人难啊，没有经济模式才是最大的后遗症。我把产业园区搞起来了，就跟开饭馆似的，炒锅一只，徽川鲁粤随便你炒。现在是顾客的投诉，好沟通吗？这茶是有点苦，我给你换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回去了。哎，姐，我跟阿姨打个招呼，我就先走了。汤水找，这怎么就走了呀？很快就好了。哎呀，不用，我就回去了啊。我送了，不用管了。哎，行了，别送了，回去吧。哎，副院长，哎，你这走啊？啊，对，吃着面再走呗。不吃，你们赶紧吃饭吧，我走了啊。哎。小林，哎，主任，批注都在上面，下午3点半之前必须改出来交给县长，看看他有什么意见。好嘞。你驻村的事情，明天开始走流程。能主动申请下乡去锻炼是好事，这是艾县长的原话。哦。有什么事随时打电话啊。谢主任。根据会议安排。下面请县委梅小阁书记做动员讲话。刚才听了几位年轻代表的发言，有想法有干劲，每个人都大有信心，让我也想起了自己刚参加工作的时光。信心是驻村工作的发动机，但是扶贫攻坚啊是上坡路，油门踩到底也不一定风驰电掣。所以这个事情，说实话是不容易的。你们不要以为光明县因为有区位优势，和那些老少边穷的地区比，扶贫攻坚就没有那么艰巨繁重。农村工作好做也不好做。我就是从农村工作干起来的。我大学毕业干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农田建设，有经验，也有教训。你们习惯了在机关单位工作，农村的事情，无论是程序还是节奏，都和在县里面不一样。老乡常说啊，出水才见两腿泥。
不经历绝对说不出好坏优劣。我当县长的时候，政府办搞督查，组里也有和你们一样年轻的同志，不会分析。报上来的情况，有些一看就是有问题的，底下人说什么，他们就记录什么，完全是真，不能形单影只，当孤家寡人。到了农村，能不能进得了老乡的家，吃得了老乡的饭，能不能听懂他们拉家常、讲笑话，这是最基本的事情。不要让人家觉得县里面下去的人只会指指点点、眼高手低，那是犯了大忌。刚去的时候，觉得很新鲜，过不了几天就郁闷，当逃兵，那是最让老乡瞧不起的人。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的位置，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、力度最强的攻坚战，一个都不能少，一个都不能落下。是军令状，是硬指标。你们的使命艰巨啊！光明县和以前比起来，日子好过多了，已经不再是县医院发不起工资、交警乱罚款的时候了。但是困难也一定比你们想象的要多，你们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。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战胜自己，期待你们的凯旋。等这些干部入村安置好了，我再向你汇报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回办公室。我再想到什么，咱电话里说吧。哎，小林，哎，部长，他就是艾县长的联络员，没书记。林志伟是吧？啊，这个名字好记。以前兰县有个副县长和你同名。我听说这次你是主动报名的。是。艾县长这么大方，能放你走？他挺支持我的。县长说你很优秀，能让他表扬，不容易。谢谢书记。哎，你说。回头说。来，林主任，对，来，给我。哎呦，没事，我自己拿就行。哎呀，我来介绍一下啊，村主任三宝，志伟同志就不用多介绍了。县长的联络员，现在给你当秘书了。哎呀，这早也盼晚也盼，终于是把领导给盼来了。林主任的话一到，钱跟着就到了。哦，那个林主任，我们这儿条件跟县里边肯定是不能比，委屈你了啊！我没事，我不挑条件，我怎么样都行，没问题。真好，这你喝口水吧。好，来，把行李搬一下。来，走。来，熟悉一下环境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听我说，你就别跟我这喊冤了，行不行？你家的鹅已经被碾死了，啊，鹅死不能复生，你就是把120叫来，它也不能活了啊。对吧？死了就死了吧，死了咱们就死了的办法来处理，对不对？你把那鹅挂到人家门口上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再挂几天就臭了。你别废话，好不好？你是向谁示威呢？你就是县法院的来也得批评你啊！你自己想想。真的？行，你别那么多废话了，我这开。哎，好，啊。说的呗。好，行，我知道了。你听我说，好吧？我开会呢，你听我说。是我，你别说了，怎么还插不进话了呢？让不让人说话？想不想解决问题？你这样啊，你把鹅拿过来，拿村委会呀，村委会按照市场价格把你的鹅给买下来。你要是还是觉得吃亏，我再多给你补5块钱，这总行了吧？哎。然后呢，晚上咱就把它炖了。全村65岁吧，别60岁了。老人都过来，咱们吃肉喝汤，开开心心的，对吧？然后你爸正好也够呛，66岁吧，晚上过来。那边呢，我也打好招呼了，人家也同意赔礼道歉，这事儿就了了。你们要同意，就这么办。
了。